6月1日，俄羅斯呢正式颁布政令，从即日起到11月30日停止一切商用航空煤油的出口。此次禁令呢没有过渡期，也没有缓冲期，马上开始實施。航煤出口禁令持續半年之久，其實是俄羅斯為了應對國內煉化產能過剩而採取的一項應急措施，對全球能源供應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這個2026年以來啊，烏克蘭對俄羅斯的石油煉化設施的無人機襲擊次數和力度在這個大大增加。那根據路透社的數據，在5月份裡邊呢，這個俄羅斯呢就有16座的煉油廠被襲擊啊，想到呢與每天損失70萬桶的這個煉油的能力，這個數字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倍。俄羅斯呢第二大的煉油廠呢基里西煉廠呢，這個年產能為2000萬噸，在5月初啊遭受這個重創，4套主要的這個蒸餾裝置當中3套被毀，導致整個工廠停產。那緊接着呢，年產能1700萬噸的這個梁贊煉油廠也在5月中旬遭到精準打擊，起火之後呢全面停止生產。另外啊，夏諾夫、戈羅德，包括像薩拉托夫等等這些老的煉油廠也相继受到襲擊，那麼產能呢就大幅度的下降。那根據彭博社的統計呢，在4月底的時候，俄羅斯的石油的日加工量已經下降到了469万桶，那這是自這個2009年12月以來最低的一次。国際能源署呢在5月份發布的這個報告裡邊，再次把對俄羅斯全年的煉油能力的預期下調到了每天15萬桶。那俄羅斯呢緊急停止了這個航煤的出口，主要原因呢就是國內的這個供需緊張。每年的5月到11月是俄羅斯民航暑運的這個旺季，而農業航空用油的需求又集中在了這一時期，兩者疊加就使得航煤的需求這個缺口越來越大。在之前，俄羅斯呢已經於這個4月1號實施了對汽油出口的禁令，現在呢封堵航煤出口，那實際上呢就是煉化能力不足。先保證國內市場的供應。俄羅斯交通部長呢尼基京對外宣稱国內航油供應无短缺，但實際市場情況截然相反啊！受整體的煉化產能不足影響，汽油這個航煤供應同步承壓。克里米亞地區呢自5月30號起呢已經實施了汽油的這種限購，用戶呢是24小時內呢最多可加注20升的95號的汽油啊。足以印證啊國內能源供應的這種緊張的態勢。那這項禁令呢，也讓俄羅斯呢付出了不小的這種經濟的代價。經過測算呢，半年的這個航煤的出口中斷，將給俄羅斯呢帶來15億到20億美元的應收的損失。長期以來啊，俄羅斯呢主要是通過這個鐵路啊，向中亞多國這個供應航煤。那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呢，都是穩定的採購方。同時，土耳其啊也是它的傳統的客戶。那麼，禁令這個落地之後，這些國家只能另行尋找啊供油的渠道。那俄羅斯呢，在這個中亞啊、西亞成品油市場呢深耕多年的這個競爭的優勢正在逐步的弱化。網絡上有很多流傳說俄方此舉啊針對中國斷供，這個說法我想這個實屬不實的解讀。中俄並沒有常態化的散裝航煤的貿易啊，中國的航油自給率超過了95%，年產航煤約5000萬噸呢，完全能夠滿足咱們國內自用的這個需求了。中國航油進口主要依賴中東啊、東南亞市場，國內的成品油價格調整也完全這個獨立運行。此外呢，俄羅斯的航煤全球市場占比僅2%左右，就是根本無法左右國際的航煤價格。那對中國而言，這次的禁令幾乎是沒有負面的影響，僅少量的赴俄的貨運的包機油費會小幅上漲啊，國內的煉化企業反而能夠借助全球供應的缺口，提升成品油出口溢價的能力。那真正的受衝擊最嚴重的是這個歐洲的市场啊，國際能源署負責人比罗爾呢，早在4月份就預警說，按照當時的消耗速度，歐洲的航油的庫存僅能支撐6周左右。那今年的1月呢，歐盟呢補齊了第18輪對俄的制裁漏洞，徹底封死了俄原油經過第三國精煉之後流入歐洲的渠道。
那麼再疊加這個中東局勢動盪，是吧？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不暢，歐洲的這個航煤供應鏈持續的收緊。那意大利的部分機场已经率先启动了航油配额的限制。为了缓解供应的压力，欧盟呢一邊計劃投放能源儲備拓寬這個美國進口渠道，推廣乙醇燃油的摻兌，一邊呢卻無法擺脫對俄羅斯液化天然氣的這種依賴。數據顯示2026年1季度，歐盟呢自俄進口液化天然氣的金額同比上漲17%，凸顯出歐洲脫俄航煤這個難脫俄天然氣的這種尷尬能源的困境。從俄烏衝突的角度分析這次的航煤出口禁令就是雙方深度消耗對峙的一個重要信號。西方的主要策略就是不斷地打擊俄羅斯的煉油工業，從而減少它的戰時財政收入。但是呢，目前俄羅斯呢只對航煤出口進行限制，而沒有對柴油出口進行限制。這是因為什麼呢？柴油出口收益更高，國內的供應更充足，全面禁運的經濟成本太大。当然，根据路透社的这个数据，在5月份，俄羅斯的这个柴油產量呢，比上個月下降了10%。那如果煉油廠受到襲擊的情況呢，這個持續下去的話，俄羅斯方面呢出台柴油出口限制措施的這種可能性，那就會越來越大了。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謝飛觀察，希望各位呢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